究竟是谁把怀孕8个月的女人吊在一棵树上？她的胸前不仅有刀伤，而且还有枪伤。凶手残忍地杀害了她和腹中的胎儿，还将现场伪装成自杀的样子。这起发生在4年前的恶性案件，引发了当地市民的强烈不满，甚至连总统都震怒，下令要求彻查此案。故事发生在南美的约翰内斯堡。约堡是南非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50个城市之一。它的人口大约有620万，其中半数以上是黑人，然后依次是白人、有色人种和亚洲人。南非的犯罪率比较高，有数据显示，在2023年1月至3月期间，有6200多人被谋杀，平均每天差不多要发生近70起谋杀案。本案的受害人名叫普勒，1992年在约翰内斯堡出生。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和弟弟只好搬到姑妈家去住。好在姑妈心地善良，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来抚养。普勒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性格自然也活泼开朗。高中毕业后，普勒决定投身美容行业，经过不断的努力学习，最终成了一名化妆师。他平常就喜欢化妆打扮，能把爱好变成职业，这正是他对未来的规划。普勒对待工作非常认真，同时也热衷于社交。2018年，在普勒26岁时，他和朋友在一次外出中遇到了一名叫肖巴的男子，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但实际上31岁的肖巴有个交往了13年的女朋友，而且两人都已经订婚了。可他隐瞒了未婚妻的事情，成功骗取到普勒跟他交往。刚开始的时候，两人相处得非常甜蜜，工作之余他们经常黏在一起。也正是这个原因，普勒完全没有察觉到男友的秘密。几个月之后，普勒发现自己怀孕了，他第一时间和肖巴分享了这个消息。但肖巴并不高兴，他表示自己还没准备好成为父亲，并且呢还要求普勒把孩子打掉。其实那个时候，肖巴未婚妻的母亲刚被查出得了癌症，他的心思更多是放在未婚妻那儿，压根没有功夫考虑普勒的感受。尽管普勒特别想把孩子留下来，但最后还是听了男友的，选择把孩子打掉。普勒并没有因为流产手术对肖巴有不好的想法，毕竟他还不知道男友的秘密。两的关系还是照常继续着。在姑妈60岁生日的时候，普勒邀请男友来参加派对，把他介绍给家里人认识。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普勒是希望能跟肖巴有个未来的。但肖巴的态度却很敷衍，他虽然参加了派对，可他表现得非常冷漠，也不怎么说话。当普勒的姑妈跟他交流时，他也不感兴趣，只是将头扭到一边。2019年10月，普勒再次发现自己怀孕了。距离上次怀孕仅仅过去了几个月，普勒清楚男友不想要孩子，他苦苦挣扎了很久，最后他决定隐瞒怀孕的事实，并且没有告诉任何人。在此期间，肖巴未婚妻的母亲不幸过世了，未婚妻非常伤心，肖巴成了他最大的精神支柱。肖巴一直陪在未婚妻身边，所以跟普勒见面的次数也少了。葬礼结束后，肖巴发现岳母竟然给孩子们留了45万美元的信托基金，这就更加坚定了肖巴不会跟未婚妻分开的想法。与此同时，他也知道了普勒再次怀孕的事儿。因为总是见不到肖巴，普勒变得非常焦虑，最终他还是决定将怀孕的消息告诉肖巴。肖巴的态度明摆着，他不想要也没法要这个孩子，可普勒却表示自己不能再做流产手术了，因为怀孕已经超过3个月，在南非超过12周后终止妊娠，只有基于医疗方面的原因才合法。肖巴对此很是不满，但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他俩的关系也由此变得很不稳定。本来怀孕的事儿是2个人的责任，但肖巴不给普勒钱，故意让他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实际上，肖巴的收入还挺不错的，他在证券交易所有一份高薪工作，可他就是想让普勒意识到自己没有经济能力抚养这个孩子。肖巴的冷漠让普勒陷入了极度焦虑，他什么时候去看医生，现在在吃什么药，肖巴都丝毫不在意。普勒多次发信息跟肖巴沟通，试图让肖巴关心一下自己和孩子，但这不仅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让肖巴倍感压力，他认为普勒是在威胁自己。随着预产期越来越近，肖巴的压力达到了顶点。他心里明白，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肯定会给他和未婚妻的关系带来特别大的影响，说不定还会让他们的婚约告吹。与此同时，肖巴还担心，要是普勒把孩子的事给捅出去了，自己的名声和事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开始琢磨用极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肖巴通过网络还有朋友的介绍，认识了一些从事非法勾当的人。
他决定要雇佣一名杀手来结束普勒的生命。经过一番策划和联系，一名叫马勒法纳的男人同意以7万兰特约3700美元的价钱了结普勒的性命。肖巴最初的打算呢，是骗普勒去参加一场面试，然后让马勒法纳在那里等着，找个机会把普勒刺死。不过有工作经验的普勒怀疑这次面试有猫腻，所以就没去赴约。虽说普勒识破了面试不对劲，可却没有察觉到男友的杀心，所以不出所料，他掉进了肖巴的第二个陷阱。肖巴这次改变了计划，安排马勒法纳伪装成 Uber 司机，等普勒来找他的时候，司机其实就是杀手。2020年6月4日，肖巴邀请普勒来家里，说是要一起讨论购买婴儿用品的事儿。可普勒哪里知道，她的男友实际上是想要他们母子的性命。这一天也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晚。通过录像我们可以看到，晚上10点06分的时候，两人从公寓中一起走出来。肖巴把普勒送到他的公寓门口，等了一会儿，来了一辆汽车。这辆车其实是肖巴提前安排好的，他佯装叫辆 Uber 送普勒回家。普勒丝毫没有戒心，跟司机确认地点后就上车了。肖巴看着他上了这辆车后，面无表情的转身直接回家了。当晚普勒没有按约定时间回家，他的家人也联系不上他，开始为他的安全担心。第二天，普勒的姑妈向警局报了人口失踪。与此同时，普勒被带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马勒法纳残忍地朝普勒的胸口开枪，事后还把他悬挂在一棵树上，伪装成是自杀的模样。时间来到6月8日，这是普勒失踪的第4天。一名市政工人在清洁一片不常有人访问的田地时，发现了这恐怖的一幕。怀孕8个月的普勒被吊在一棵树上，她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气了。但令人不安的是，后来的尸检报告表明，普勒最初被吊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活着，这也就意味着她在临死前遭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From the tree, the rope. So a rope was tied up there. Then she was just hanging here. So I think whoever that did that failed to lift her up, to take her up, because we found her hanging. Her waist was up though. So the person failed to hang her. 警方通过失踪人口的信息，很快就确定了死者是普勒。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孩子父亲肖巴的身上。虽说肖巴承认前一晚普勒去过他家，但他坚称已经送普勒安全离开了。警方借助监控录像，很快就锁定了司机马勒法纳。马勒法纳立马就招了，说因为普勒怀孕了，肖巴雇佣他来杀掉普勒。可笑的是，马勒法纳自始至终都没有拿到佣金或是定金。当被问到原计划是要让他看起来像自杀，为什么又选择开枪时，马勒法纳回答道，他没有办法按原计划执行，所以就选择了开枪。2021年1月，马勒法纳对谋杀罪认了罪，并且还成了国家证人。直到这个时候，肖巴才被正式逮捕。肖巴在2022年的审判当中一直说自己是清白的，可检察官拿出了对他很多不利的证据，其中最能指认他罪行的就是公寓的监控录像。录像里的肖巴就站在几英尺远的地方，眼睁睁看着普勒上车。很显然，这辆车会把他带向死亡。最后，法官认为所有的证据都能表明肖巴的作案动机就是要谋杀未出生孩子的母亲。2022年7月，南非高等法院判处了肖巴终身监禁，罪名是蓄意谋杀，而那名杀手则被判处20年监禁。I am enjoined by the statute to apply the ordinary sentence for an offence of this nature. You will spend the rest of your natural life in prison unless the parole authorities consider you fit for release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普勒的名字如今已经成了南非反对性别暴力的一个象征。为此，南非总统还发表过声明，谴责性别暴力。他说，那些有性别暴力倾向的男性正在利用放宽的政策来攻击妇女和儿童。总统的声明里还提到，有多达51%的南非女性曾经在恋爱关系里都遭受过暴力。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全部内容，感谢点赞、评论、关注，我们下期见。